我和大胖媳妇接到了一个节目的邀约，邀请我们夫妻俩去一个挺盛大的晚会，唱一首歌。可以唱的歌曲有好几个，我们还可以挑。当时吧，我有点犹豫，我觉得大胖媳妇汉语太不好了，别说人家还想让我俩真唱，就哪怕是随便他假唱，他那口型都对不上。但是大胖媳妇听说了，她非常自信，她说她歌唱的那正经好呢。平时都是因为我只给大家展示她滑稽的一面，都不曾展示她真正的才华。跟我说她想去，就给她2天时间练，肯定没问题。然后我们就在办公室练了一整天。第一首备选曲目是《天仙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树上的鸟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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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时啊，我真心话，我真是使出我所有的耐心教他的。树上的鸟儿成双对，水青色在笑颜，在笑颜。唱完我们都懵了，然后他问我们，这不跟原唱一模一样吗？中间还有一段我俩需要表演一个小的舞蹈动作。你我好比鸳鸯娘，夫妻双人家让我们摆一个夫妻恩爱的黄梅戏造型，但他好像搁那打篮球似的，在那防詹姆斯呢。一双飞，反过去，你老说你防我干啥呀？完了。但是大胖媳妇认为自己唱的全在调上，我们把视频给导演发过去，导演1小时没回。1小时之后，导演告诉我不行，练练下首歌，回娘家吧。大胖媳妇认为自己都能轻松拿捏，非常兴奋，准备去参加晚会，还得盛装出席。一套放假家海尔 X11洗烘套装里，只需洁净科技，洗得很干净，搭配风讯航技术，2分钟一换气儿，隔夜衣服不闷臭，烘干机正反转都出风，搭配3D 透视烘干，一干即停，26国语言，大胖媳妇用起来也顺手。现在可供我们选择的歌曲就只剩一首了，叫《回娘家》。大胖媳妇跟着我把歌词练了至少30遍，我真是觉得他歌词记得差不多了，这是我最有信心的一首了。上不上晚会在此一搏了，结果他真的很争气。眼睁小粉他的脸上擦，种一只鸡，打上一只鸡，把我吃上一个哇哇哇呀，咿呀咿呀咿呀儿喂。我说你看你唱那玩意儿能对吗？他检查了一遍，觉得问题出现在 either way 的发音上。眼睁小粉在他脸上擦。种一只鸡，打上一只鸡，把我吃上一个胖娃娃呀，咿呀咿呀儿喂，咿呀咿呀儿喂。今天咱们就来讲一讲苏格兰男人和他的小歌曲儿。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的味道，也是一个有味道男人的故事。总之是一段妖艳的红尘在坊间传至。你知道苏格兰小裙是咋穿的吗？我以前只是听传说，从未被认证。那天我被认证了，苏格兰小裙的穿法确实是真空穿法，就是里边啥也没有。就话说我不是北上苏格兰，在格拉斯哥参加吃鸡大赛的过程中，邂逅了一群彪形大汉嘛。就因为我这个蜀身虎胆，被这群好汉带上梁山，就地安排喝了一顿嘛。这其中不是有一个人告我说的，明天你那个参加婚礼，大伙都喝高兴了以后，离穿小裙远点嘛。这个人呢，这姓 Sex， 就是咱们就管他叫老赛。这苏格兰这小裙子虽然看起来很骚气哈，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材质特别厚实，特别板正，然后做工很精致，对这个材料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它成本比较高。很多年轻人哈，我知道的很多年轻人去参加那个重要场合的时候，他这个小裙都是租的。10年前老赛办婚礼呢，就他这小裙就租的，他的未婚妻也是租的，不是他未婚妻的婚纱也是租的。然后婚礼的头一天，这不单身派对嘛，老赛就领着他这帮狐朋狗友们，这帮傻狍就去吃印度餐去了。为啥我说他傻狍呢？我在重要场合之前从来不吃印度餐。印度餐火焰山，肠中往事一锅端。然后第2天婚礼嘛，婚礼的第1场呢是在教堂，这个非常正式、非常圣洁的这个环节。这环节结束了以后呢，一般都赶第2场，到第2场就开吃开喝，然后就开敬酒，然后就开跳舞。这场就比较欢实的这一场。然后到了第2场以后呢，大伙就开喝嘛。然后这个环节吧，就往往安排这个新郎和新娘跳结婚之后的第1支舞。就这第1支舞往往就是最浪漫的一支舞嘛。我的朋友第2天也跳了，但是他俩这第1支舞让我给毁了。完事说回来啊，完事他俩这个老赛呀，就和他媳妇就要跳这第1支舞，他俩跳的就特别不和谐，你踩我，我踩你的，就跳不好。然后他朋友不知道为啥突然间就起个哄说：“你拉倒吧，老赛，要不然让你媳妇抱你跳吧。”我跟你说，喝到量的人，他身上最大的危险属性是啥呢？就是他不一定突然之间觉得什么事儿有意思。这老赛就是当时到量了嘛，就突然间觉得这个倡议太有意思了。啪嚓一下就过去，抱着媳妇大脖，一下给搂住了，然后跳媳妇身上了，给媳妇压坐地下了。他呢，就是之前喝的这啤酒一刮，完再加上他跳他媳妇身上，他媳妇砸地上的这一蹲，再加上大伙儿一群人这一大笑，
这个刚结婚2个小时的已婚单人就发生了第一次放纵，就长征往事一波关。之后都发生了啥呢？就具体情景你就可以自己脑补了。那他还跟我撞人，没给我提一个事儿，他朋友给我爆料的，就因为他这个缩短小裙的特殊穿法，就真空穿法嘛，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呢？对不？他第二天居然抖了，扑了，这裙子居然退回去了，他不租的吗？押金都拿回来了。他媳妇这婚纱那是完了，事儿在这个小镇的知名度呢达到什么程度呢？就他媳妇这婚纱退不回去了吧？而且他媳妇留住了，就花钱买了，没办法，花钱买了把这婚纱留住了，之后往出免费租都没人碰，都没人问。而且我听完这故事以后哈，第二天我参加婚礼，我看着穿小裙的，我都保持社交距离。就算穿裙子这个人啥也不干，你知道这裙子的上家是个什么冤孽呀？哥多说一句什么呢？我姓赛嘛，就他后来都管我叫赛喷泉。但是我说啥呢？我无所谓，就你嫂子也好啊，你哥也好，就包括你，还有这个加拿大友人，就是这个叫啥妹夫，就包括你俩都算在内。就是哥要说啥呢？就不用后悔，想开了有啥呀？不后悔。不没离吗？不后悔。人间不值得。彩玲，干嘛呢？这见王蒙吗？你见王蒙紧张吗？我紧什么张呢？咱说咱也是咱讲话呢，见过世面。冬奥嘛，不冬奥也是我也要上冬奥大项，就上去就属于摘金那种的。就冬眠嘛，我要上冬奥大项，冬眠也是有技术的，上去就是不醒嘛，属于未眠。我在冬眠这个领域属于就是哈喇能给自己呛死的那种，就是那种也挺厉害。我第一次接触滑雪是一种什么偶然的机会呢？就有一次我在一雪坡上，完我长得小嘛还矮，让我姥爷给我装戳子里了，完一脚就踹下去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属于单板。他是属于他一见冰他就来劲儿，那属于冰孩子。我不需要物料，我属于就是不用冰。汗海，走，就是哎呀，你这瞅你紧张的手都直嘚瑟，不就王蒙吗？哎呀妈，走，会，淡定一点。哎呀，我的妈呀，真是的。王老师在哪？哎呀，就是你好，我也不行了，没事，这我就有点冲突，没事啊。紧什么张呢？咱说咱也是咱讲话呢，见过世面。你说俺家张大铁到底能不能听懂英语？张大铁不会说英语这个事儿，大家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到底能不能听懂一些？我现在也懵了。张大铁他听不懂英语的时候吧，很多时候你看不出来，因为他会装英语菜，但是态度好。你看他姐每次批评他的时候，他就听着，从来不顶嘴。Why do you always play？那眼神跟他爸被我批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哎，就那么看着你。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这好可爱。这爷俩一样，他就是没听懂。两个男人貌似绅士的眼神，背后是一模一样的心理活动。这女的在这说啥呢？但是你说他俩真的啥也听不懂吗？我发现也不是。Natalie, you need to pick me up on my school bus so you can say hello to my friends Nola and Bianca. Natalie, if you come, you can have dumplings, okay? Noodles! What about 韭菜的？韭菜不可以，我是知道。所以你看啊，张大铁和他爸是一样的，他们是选择性的。你说他啥也听不懂吧？还真看这事儿他想不想听？想听的他也能听懂。以前我听过别人说孩子是折射父母的一面镜子，我还不咋信。但是你看张大铁和他姐的相处模式，就能看出来父母给孩子影响有多深。最近温迪回去之后，就一直给我打电话，说他还要来，跟我说还有2个月就进入了2024年，他又升成了新年假，可以立马过来。给大伙儿愁完了，就一直不回他妈信息。温迪就天天给我发，你说我啥时候来？啥时候来？咱们一家人一起步入龙年，步入龙年。所以最近我可有招治大胖媳妇儿，她只要不听话，我就说你不听话，我把你妈叫来，立马好使。我刚搬家，我帮你干活去。可以。你不听话，我给你妈叫，我现在叫。立马就来了，但其实也累不着他。咱家有德尔玛免维护洗涤机 P60 Max， 自动加水排污，自动洗污水箱，完事自动70度5分钟烘干滚刷，还能 APP 远程遥控，全程免维护，拖完放下也不用管，2万帕大吸力，拖地又快又干净，性价比还高。这一招对张大铁更有用。Daddy told us to clean the floor. You do it. 我不会。I will call 奶奶 and 奶奶 will come kiss you. Joey, Donna.
我就跟早达说，我说妈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这个男人呢，他有时候是真听不懂，有时候是装听不懂，还有时候他就是不想听。语言上的威逼和行动上的利诱都需要有，才能将其制服。比如妈妈每次见你爸，浑身都是包子，就这种猪肉和大葱的混合香氛非常好使，让你爸自己都没明白咋回事呢，就五迷三道的。只要妈妈在身边，他整个人就很开心。语言的教唆是有一定壁垒的，但好吃的美食是打破一切壁垒的。早达都听了，但是我忘了跟我这傻闺女说，你拿好吃的驯化男性，前提是你得拿他觉得好吃的。那只狗狗又挖抽抽了，你能打扫的话就给你这个。